M2 布雷德利拳打特72，脚踩特90，最新版 M2A411加装铁拳主动防御系统，硬扛3代坦克。从战场最差武器到如今的美军最强步战车 M2 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的？提到 M2， 可能大家会认为 M2 的成名之战是海湾战争中的布塞耶战役。实际上，在海湾战争开始之前 ，M2 就已经很出名了。只是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并非 M2 有多强，而是它到底有多差。在海湾战争之前，美国媒体评选了战场10大最差武器 ，M2 高居榜首。当时大家认为这款武器太贵，装的步兵不够多，武器太单薄，外形太过高大，很容易中弹。总结下来就俩字：垃圾。不过在实际作战中 ，M2 的表现却堪称完美。在地面行动开始前，美国陆军在海湾地区中集结了大约2200辆 M2、M3。行动开始后 ，M2 负责担任快速机动部队的先头突击力量，深入敌后，配合正面进攻的坦克，击溃伊拉克军队，或者切断伊军的补给线与撤退路线。在布塞耶战役中 ，M2 更是一战成名。1991年2月26日，隶属于美国陆军第1装甲师第2旅下属的2个 M2 联队，在布塞耶地区一次性击毁了伊军塔瓦卡尔纳装甲师29辆特72坦克以及数十辆的装甲车，而一同参战的 M1 仅击毁了伊军28辆坦克。从运用方式上看 ，M2 主要用于高速机动作战，机组人员依靠车上的25毫米机炮与陶式导弹与敌方坦克作战，比如借助沙丘等掩体，仅露出顶部炮塔发射导弹攻击，然后迅速脱离，行驶到安全位置后补充导弹，再回到战场，寻找合适地形发起下一轮攻击。同时 ，M2 负责辅助坦克部队的表现也非常抢眼。M2 配备的红外成像探测仪，无论是探测距离还是目标识别能力，都比 M1 坦克更强。M2 组合瞄具的放大倍率为4至12倍，而 M1 的最大倍率为10。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都是由 M2 先行发现目标，之后为 M1 提供目标的准确位置。可以说，由陆军装甲战车击毁的每一辆伊拉克装甲车，都有 M2 的一份功劳。在为期100小时的地面进攻中 ，M2 由西到东，在沙漠中越野行军长达160到450公里，很少发生机械故障，其战场完好率达到了90%以上。直到战争结束 ，M2 仅损失20辆，其中被伊拉克军队击毁的数量只有3辆，剩下的17辆均为己方人员误击，另外还有12辆 M2 受伤，但是并没有达到报废的程度。海湾战争刚结束时，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表示，在过去的战斗中，美军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表现得比布雷德利还要好。有人表示，与其说是 M2 步兵战车支援 M1 坦克，不如说 M2 发挥了与坦克相同的作用。M2 凭借着海湾战争的表现，成功为自己证明，并在战后继续升级。1972年4月，美国陆军决定研制新型机械化步兵战车，代号 XM723。1979年12月，正式定型为 M2 步兵战车和 M3 骑兵战车。直到1995年生产线停止时，美国一共生产了6723辆 M2 与 M3。现在的 M2 各种升级版都是在此基础上改进的。其布置很有特点，总体上为动力传动装置前置的方案，这也是大多步兵战车惯用的布置方案。在步兵战车属于头一家 ，M2 装甲主体则是铝合金装甲全焊接结构，主要火力是25毫米机炮，二者在后期都有所改进。M2 的第一次升级是1985年生产的 M2A1 型，加装了陶式导弹、夜间瞄准镜以及3防能力。在1992年 ，M2A2 就已经成为全车系基础升级标准。第二次升级则是1988年开始生产的 M2A2 型，主要目的就是增加防御能力，加强被动与反应装甲，可以抵挡敌方30毫米机炮与 RPG 火箭筒的攻击。为了保证机动性 ，M2A2 又加强了发动机，采用600马力的引擎以及新的液压传动，弹药库加装反内炸安全封条。后来所有的 M2A2 都被改装成 ODS 或 M2A3。第三次升级就是 M2A2 ODS。海湾战争结束后，美军吸取了战争经验，并对 M2A2 进行改良，加装了激光测距仪、战术导航系统、军用 GPS 发射器、热成像仪等设备，现代化程度大幅度提高。2000年，美军推出 M2A3 的升级，将之前的 M2 版本的所有构型都进行了数字化，并加装了电脑火控系统、导航和情资系统，可以与同地区的作战指挥系统与其他数字化平台进行信息交换，火力也更猛。
之后 M2A3 参与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，这次美军出动大约1000辆 M2与 M3，这一次布雷德利又秀了一把。美军在第3机步师第2装甲旅的 M2M1 2次开进仍在伊拉克军队控制下的巴格达市区，为拿下巴格达贡献了一部分力量。最新的则是 M2A4。伊拉克战争之后，陆军开始研究 M2 的工程变体案，因为局部战争的问题，之前的升级都比较匆忙。虽然装甲更强，信息化水平更高，但是同样的重量增加，整车的空间也有所减少。M2A4 为了平衡这些问题，安装了更轻的履带减震器、新的悬架支撑系统和重型扭杆，并通过更大的发动机、新的变速器以及智能电源管理系统解决动力与电力问题。不过，即使升级到 A4 版本 ，M2 依旧存在一定的问题。从 A0 到 A4 型 M2 的改进重点就是增强装甲防护力以及数字化作战能力，火力略有增加，机动性有所下降。就性能而言， M2 肯定是越来越强，但是随着各种反装甲武器，尤其是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的发展，装甲战车在战场上的生存力直线下降。无人机兴起之后，这种趋势就越发明显。当然了，这个问题装甲更厚的坦克也存在。M2 再怎么加厚装甲也无济于事，美军自然也明白这个问题，于是，在 M2A4E1 上加装了铁拳轻型主动防御系统，这点我们后面再提。除了装甲 ，M2 还存在任务上的问题。实际作战时 ，M2 的作战任务有3条：第一，将步兵部队安全地运达前线；第二，火力掩护下车步兵实施地面作战；第三，攻击对下车步兵有威胁的装甲战车。一定程度上来说 ，M2 使得步兵班有了更好的作战战术。但问题在于，美国陆军的步兵班一般为9人，而一辆 M2 的载员为7人。那么对于美国陆军来说，下车作战的步兵究竟是保持9个人的战斗编制，还是另外规定7个人下车步兵的作战战法？美国陆军给出的结论是维持9人编制不变，具体安排就是1个 M2 步兵战车排，4辆布雷德利的载员为28人，其中1人为排长，另外的27个人合成3个步兵班。这个做法虽然看上去很好，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。战斗运用上比较复杂，夜间作战时，步兵下车以后重新编组的难度很高。因为这些缺点的问题，美军选择了对 M2A4 进一步升级。人员编制上的问题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就能解决的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换新车，比如下一代战车 NGCV 项目，但是防御问题可以解决。美国陆军已经确定将 M2 步兵战车的最新版本 M2A41 交给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研发。早些时候 M2A41 还在缅因州萨科储备中心首次亮相，其最大特点就是加装了铁拳主动防御系统，这点美军其实早就在考虑了。M2A4 所有的升级都是为加装铁拳做准备。就装甲车的发展情况来看，重装甲体型更大的步兵战车成为各国当前发展的主流。比如俄罗斯利用特14的底盘开发了一款新的步兵战车，另一边雷神也联合莱茵金属开发 KF41山猫，以色列则开发了堪比主战坦克的雌虎。美国也不想让自家的步兵战车落伍，于是给 M2 加了一个防弹背心，安装 BRAT 装甲套件，还把铁拳塞了进去。就当前的数据来看，配合主动防御系统 ，M2 在实战时的生存概率可以提高1倍，面对轻型反坦克武器时，生存能力可以提高3到4倍。不过 M2 加装铁拳还是挺复杂的，就跟上面说的那样， A4 这一版本的升级基本就是为了安装主动防御系统做准备，更好的防御也就意味着更大的权重。M2A4 加装 BRAT 装甲套件后，战斗权重达到了 36.2 吨，相当于一款中型坦克。如果继续加装铁拳，战斗权重只会更大，如此一来，机动性就成了一个问题。于是 M2A4 换装675马力8缸康明斯柴油发动机，还有新的液压变速箱，悬挂和减震轻量化履带，动力大幅度提升，可以适应升级带来的额外重量。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 M2A4 的离体间隙也从38厘米增加51厘米，越野性能更强，防御反坦克地雷的能力也有所增加。此外，想要安装铁拳，电力也是一个问题。美军现役的 A3 版本存在电力供应问题，无法正常运作铁拳，于是使用新型 27.7 千瓦交流发电机取代旧的 11.2 千瓦交流发电机，从而解决电力问题。不过 M2 加装的铁拳属于轻量化方案，目前铁拳主动防御系统分为2套方案，轻量化与重型，二者也很好区分。轻量化铁拳主要安装在底盘载重有限的装甲车上面，比如步兵战车、轮式装甲车，只能拦截一些速度较慢的近距离目标，比如便携式反坦克导弹，无法拦截动能穿甲弹。
重型方案的铁圈则用于坦克这类重装平台上，可以拦截破甲弹、穿甲弹等高速目标。虽然轻量化铁圈的拦截性能比不上重型方案的铁圈，但平台兼容性更好，没有搭载拦截弹的时候，也可以安装烟雾发生器或者是红外干扰器。对于 M2 而言，轻量化铁圈已经足够了。除了加装主动防御系统，美军还为 M2A411 准备了更先进的红外瞄准器，可以增强战车的态势感知能力，从而更精准地锁定目标。经过升级后的 M2A411，别的不敢说，打爆特 90M 就更轻松了。M2 最新参与的实战就是乌俄战争，虽然型号是 M2A2， 但表现一点都不差。据乌军47旅士兵表示， M2 被反坦克地雷炸坏之后，成员依旧完好无损，即使履带被炸断，负重轮被炸坏也是如此，可以下车继续执行任务。与俄军步兵战车的表现完全相反，比如 BMP 系列在战场上就是一团废铁，火力猛，但装甲不行，观瞄设备相当落后，这些到 BMP3 也没什么变化。同时在乌俄战场之上， M2 还达成了打爆特 90M 的成就，并且没有使用陶式导弹。早些时候，在阿夫迪夫卡西北方的斯特波沃附近，乌军2辆 M2A2 围歼俄军特 90M， 战斗持续了近10分钟，最终特 90M 车载系统严重损毁，成员弃车逃离， M2A2 成为这场战斗的胜利者。M2 打爆特 90M 虽然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，但从战斗画面来说，这不是没有道理。这场战斗的实况由乌军无人机在空中拍摄。就战场环境来看，双方都没有掩体进行隐蔽，单论火力，特 90M 更强。M2 的25毫米机炮虽然不错，但不如125毫米坦克炮，装甲防护上也是如此。加装爆反装甲的特 90M 不是一个25毫米机炮就能对付的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射击， M2 都无法击穿特 90M 的装甲，反而是特 90M一炮就能击毁 M2A2。 既然装甲打不穿，那就瞄准特 90M 最薄弱的点攻击，也就是观瞄和火控系统，只要能做到局部摧毁，就有机会胜利。于是 M2 的车组人员切换大毒蛇的高爆弹打连发，并进行移动输出，大量弹雨开始覆盖特 90M， 四射的火花使得特 90M 的车组人员无法有效控制坦克。紧接着特90的炮塔附近发生爆炸，观瞄系统与火控被破坏，甚至连坦克炮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旋转。特 90M 的车组人员失去战斗意识，驾驶特 90M 逃窜，最终撞向大树。就火力军而言，特 90M 很早就被乌军交货，然后送到美国研究了。这么长的时间找出特 90M 的缺点并不是很难。这场战斗中 M2 的车组人员绝对是老兵，无论是走位还是打击准度都无可挑剔，换其他人来或许就达不到这一成就。但升级到 M2A411 之后，士兵可以更轻松地做到这一切，防护提升，无需担心俄军呼叫支援，现代化程度更高，锁定敌方更轻松。总的来说，当前的 M2 布雷德利已经很强了，海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以及乌俄战争都可以证明这句话。而未来的 M2 只会更强，更强的防护能力，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，使得 M2 还可以再战10年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相比较其他坦克，觉得 M2A411 还有哪方面的优势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